本期视频您将看到：当心辐射、客房服务、限速狂风、荒漠雪山。好的，各位早上好，我是虾，欢迎来到北京西站。一段时间没来，现在西客站老外这么多了。刚刚路过一个候车室，里面少说得有几十个外国人在等车，听起来像是要坐高铁去昆明。这段路程是够远的，不过放眼全世界，一趟高铁能一口气跑这么远的，好像也只有咱们了吧？那相比飞过去，跑这么一趟还是有意思的多。说起来，我们自己好像也是，北京到乌鲁木齐放着只要3-4个小时的航班不坐，非得来坐30个小时的直69次绿皮火车。但同样，相比飞机，这趟车可太有意思了。从北京出发后，列车会先走京广线南下到石家庄北站，随后沿石太客专和太中线走太原、吕梁一线到绥德，再途经靖边、定边一带抵达中卫，并在中卫更换机车，走包兰线、甘武线跑一整夜到武威，穿越兰心线的荒漠、沙海与无人区，抵达哈密，最终在兰心客专防风墙的保护下穿越北里风区，远眺墙后的天山雪山，并于明天下午5点多抵达终点乌鲁木齐站，全程3144公里，正点用时30小时43分钟。直69次北京西到中卫这段的本务机车是一台兰州局的荷叶电3D电力机车，车号0614，最高时速可以跑到160公里每小时。机车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倒是机车后面的这个成员式中置的邮政车厢很稀有。我这次到了新疆后还发了张明信片回北京，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这节车厢开直704的时候拉过来。我们这次坐的是高级软卧，全程包厢里头只会有我和8816两个人，是真正的全包包厢。这一趟肯定会非常爽。具体包厢里有什么，我们一会儿再聊。为了保证旅途中能更好的欣赏风景，上车之前还有一个活得先干了。这个是没擦的，这个是擦过的，并不是很干净，但是先这样。好吧，刚出3环路我就又被叫去餐车开会了，然后我的包厢门口就又挂起了这个熟悉的牌子。简单的说呢，就是我被选中成为了这趟车这支车厢的志愿者，负责在车厢里有人起冲突或者哪里不对劲的时候去喊列车员或者乘警。在跟拍过一位乘警的工作，并且后来当过好几次这种志愿者之后，这个活我显然已经驾轻就熟，并且包厢门口能有这么块牌子镇场子，我就不信还能有什么贼敢打这间屋子里边各种东西的主意。道理我都懂，但是这个排风扇的 logo 为什么这么像核辐射？但至少怎么说呢？它毕竟就是个排风扇，所以我们应该是不会说进去上个厕所出来就变成哥斯拉的。那么这里就是直69次的高级软卧包厢了。直69这个车的高软其实是喀什号的车厢和普通的乌居高级软卧车厢混着跑的。我们今天的是一个普通的车厢，毕竟喀什号我们上次已经坐过真正的原版喀什号了。但即便是普通车厢的话，整体上观感也还是不错的，还是依然是我非常喜欢的床旗。这个东西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坐在上面，不会弄脏你的床单，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叭往旁边一丢就可以。后边这个靠垫专门有一个角度，这样的话呢，稍微有一些人体工学的设计，它就不是一个直的本，会比一般的软卧靠垫要舒服一些。然后在这边呢，新疆是个好地方，坐着火车游新疆。虽然我记得这个2系车好像是没有上过新疆的吧。这个就是上铺的脚踏板，巨大一个，2个灯的话是一个间接照明和一个主灯。窗帘呢，外边这个应该是乌局后边加的，看着比较新。然后里边还有一个是25T 自己出厂默认的帘子，就是这一个。其实成色也还不错啦，光看帘子的话，你无法猜到它其实是一个2019年做过 A5 的车，也就是7年前。那么按照国铁一般的习惯呢，7年的话，这车今年差不多就要再做一次 A5 了。然后这边这个沙发，可能是高级软卧里边是最值得说到的东西，但就是这个沙发吧，它，对，就是你坐的时候你不要完全的放松下来，就你坐下来这一下。因为它底下那个垫子实际上是已经寿命耗尽了，所以你屁股底下和那层板之间直接就是那一层布，有且仅有那一层布。
你如果是直接坐下来的话，你基本上是摔上来。OK， 以及我们的插座和空调风量调节，希望这个小红灯晚上不要像上次一样的破灭。好的，我们来快速过一遍厕所。其实厕所吧，就毕竟是19年做 A5 的车，所以还是有一些老化，但不得不说物均维护其实已经算是做得不错的了。备品没有，我觉得应该是一会儿可能要去找列车员要一下，但是有洗手液，水流的话还不错，镜子也还可以，厕所反正也就这样。然后这边的话厕纸也比较充足，所以差不多就是这样了。那么这个包厢就是我们接下来30个小时的饮食的家。我这边不熟啊。石家庄北终于是改造完了。上次坐车停在这儿上下课还是2020年大直21去西藏，当年的石家庄北还长这样，所以那会儿都叫它板房北。不过现在改造完确实是舒服多了，雨棚加了几根金属条，看着舒服不少。站台屏幕呢也都换成了最新的排版，清晰又漂亮。就是华北4月份这个杨絮哟，冬天没下来的雪这会儿全都还回来了是吧？我这种严重过敏的还是回车上了。离开石家庄北没多久，我们就会驶入石太客专线。石家庄的石，太原的太，这是一条于2009年通车的高铁线，但绿皮车和绿色动车也都走这里。毕竟老石太线或者说正太铁路实在是太老太曲了拐弯了，能走新线还是走新线吧。上次吃这个泡面还是6419，21年。那为什么你提前买了泡面呢？因为这个人在上了6419之后才反应过来。这车没餐车啊，不光是没有餐车，小推车不存在的，就已经让我饿到了。我从承德站下车，不顾一切的找到了一家离得最近的牛肉面店，然后在意识不清醒的状态下，随便点了一碗，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所以我们现在多了一个梗儿，叫做承德站牛肉面。开饭。4月初的黄土高原还并不是夏天那样郁郁葱葱的景象，不过我们好巧不巧赶上了杏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光秃秃的台地和沟壑中时不时冒出几棵杏树，挂满雪白的小花，点缀在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上，一边吃泡面一边还能有这样的风景，真的令我们喜出望外。当然了，也有大面积的果园，漫山遍野都是满开的杏花。等再过2月，这边的杏熟了，到时候一边吃着本地的杏，一边欣赏盛夏时这里的风景，那得有多爽。喂，358816。直69直70这对车还挺有意思的，北京去乌鲁木齐的直69次停太原站跨太原南站，但反向的直70次停太原南站跨太原站，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设计。现在太原南站里停的就是乌鲁木齐开往北京西的直70次，挂在他们机车后面的那节成员休息室紧挨着机车的就是行李车厢，所有权在铁路自己，目前也兼职拉一些快递什么的。各位一会儿也可以对比一下这节行李车厢和他们车尾的邮政车厢，邮政车的成员休息室在车厢正中间，并且押车的大爷穿的也是邮政的绿 T 恤，而不是铁路的蓝衬衫。在火车上工作但不穿铁路的衣服，除了铁警之外，正常的列车上邮政应该是独一份了。哎呀，有什么好东西啊这？哎，跟横贯还不是一个品种。这多少钱？这也10块钱？对。10吧。哎呀，开张是大的。有新鲜补给还是好。哎，好吃。哎，可以。怕不是明天白天又要开始进货了？肯定啊。虽然我觉得没有上次横贯时候那么的惊艳，但这个放到北京也是非常合适。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太中线上，太原的太，中卫的中。这条线虽然不是高铁线，但通车时间比时代客专还要晚，2011年才全线通车。这么晚才修通，主要还是因为沿线的地形实在是太难啃了。太中线当年打了一条20.7公里的亚洲第3长铁路隧道吕梁山隧道，才从我们目前所处的吕梁山脉中突破出去。后面陕西、宁夏那边还有毛乌素沙漠的流沙，也是很令人头疼的地质。但难啃的地形也使得太中线成了一条地质景观非常丰富的线路，对于喜欢地理地质的旅客来说不容错过。当然了，这条线沿线还有另外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标，那就是山西和陕西的分界，我们的母亲河黄河。
绥德又回来了。横贯时只是简单的在这儿停了一下，这一次别想了，这次列车员都没放我们这些非本站下车的旅客下去，原因倒是也很快揭晓。旁边站台进来个西安开往天津的快214次，要在这里停小40分钟，2趟车的旅客混在一块儿放风，估计以前是没少上错过车或者漏乘。而绥德去新疆每天就只有这一班车，这要是上成对面那趟往回奔天津去，可就好玩了。今天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就有个硬座旅客来餐车，跟列车员说自己上错了车，但幸好那哥们只是坐一站去保定，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停靠站，所以开张客运记录登记一下就好，倒是没怎么耽误事儿。事已至此，先吃晚饭吧。今天这顿晚饭跟往常的餐车晚餐可能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你好，外卖。Room service。嘿，高级软货，隐藏剧本。你是可以去餐车买了饭拿回包厢里边吃的。在以前应该是正常情况下，应该都是餐车那边的列车员会把饭直接送到包厢里边来。但是今天他们真的是，这个餐车从出北京到现在，1分钟一个空座都没有，他们已经忙飞了，所以就我们自己去拿了。这都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提前跟餐车那边打好招呼了，就提前买好了。所以嘿。这个大盘鸡比上次横贯收的那一份好吃，上次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一点辣椒都没有，今天这个就至少有2种不一样的辣椒，味道就丰富很多。当然了，要说这盘里最好吃的还得是土豆，比鸡肉本身还要香，就是可惜车上条件所限没有裤带面，等到了乌鲁木齐再吃吧。餐车菜单上其实还有拌面、抓饭、馕包肉什么的，但厨房盒饭都快炒不过来了，显然没办法照顾到这些跟盒饭内容完全不重叠的特色菜。想吃份比较有特色的主食，就只有普通的西北炒面了。不知道这种粗短的面型是不是就叫二疖子，但这份面极其充足的蔬菜量深得我心，芹菜和蒜苗是真没少放，纤维摄入非常充足。真不是我阴阳什么他们拿蔬菜把量撑大，首先一整餐盒还冒尖的量，无论如何都已经非常巨大了。其次，我真的在隔壁那个岛上经历过菜价上天吃不起的日子，所以对我来说，能吃到一份蔬菜量非常充足的晚饭，可能比大鱼大肉还要开心。我真的这是马粪味啊！这是那个羊粪那个味儿，哇，这是草原的味道。不行想吃。这就是我是说羊。北疆。还挺漂亮的。晚上10点20，欢迎来到宁夏中卫。本站目前还是老式的第一站台，非常有年代感。我们要在这里停20分钟，换下把我们从北京一路拉过来的荷叶店3D 机车，随后会有一台乌鲁木齐局的荷叶店1D 机车接班，继续带我们前往新疆。那么这一台就是负责把我们从中卫带去乌鲁木齐的荷叶店1D 0346机车了，不是那个346，那个346烧油，这个346用电。如果今天出现在视频里的是烧油的346，那现在在拍摄的除了我，肯定还有一大群人。虽然荷叶店3D 和荷叶店1D 最高时速都能跑到160，但1D 的高原和抗风沙性能据说是比3D 要好一些，所以在西北这些穿越荒漠的铁路上，1D 是绝对的客运主力机车。大车这手艺太好了，挂上那一下，后面的车厢纹丝不动，不知道算不算是教科书级，但这确实是实打实的勾响车不动。行了，车挂好的话，离出发也就不远了，咱们差不多也赶紧回去吧。我们的铺位跟这里隔着13节车厢，得走快点。离开中卫后，列车马上就会通过包兰铁路最漂亮的沙坡头段。如果是白天经过，在车的左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黄河的沙坡头大拐弯。不过现在是半夜，显然不会有谁拿工人体育场那样的巨大卤素灯把这里照亮，就留着下次白天路过时再欣赏吧。通过沙坡头后，列车会进入长流水展线，在这里，列车会以60千米每小时的限速缓慢通过4个发卡弯。从我们所在的14号车厢向前看，就能够看到列车的灯光连成一条线，追随着机车的大灯蜿蜒前行。白天的绿色长龙通过大弯，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但夜里铁路弯道的景色还是非常独特的。
通过这段展现之后，窗外的风景告一段落，差不多就真的可以睡觉了。时间不早了，那就晚安。查一下嘉峪关南的发车表。早上好啊！现在是早上6点50，欢迎来到嘉峪关。注意，这里并不是兰心客专的嘉峪关南站。我们昨晚走甘武线从北边横穿过来，并没有绕到兰州，所以到哈密前，我们走的都是兰心铁路的老线，也就是上次横贯时拍到的那一大堆货车走的线路。但老线也有老线的好，出嘉峪关站没多久，老线会直接从嘉峪关长城旁边经过，不在这儿下车也能感受到长城的巍峨。而当列车离长城越来越远，荒漠南边的尽头出现了祁连雪山，你也真的会有那种感觉。从这里再往前，就是真正的西域了。漂亮！欢迎来到玉门，这回确实是横贯时也走过了玉门站了，但这站也挺有意思。老兰心线和兰心客专挨在一起停靠本站，但他们俩之间却一条联络线都没有，分明已经贴在一块儿了，却不能互通，搞得我们还得在弯弯绕到老线上晃悠到哈密才能驶入新线。但要说时间的话，老线还真未必就比新线慢。16.9走老线从玉门到哈密正点用时4小时31分钟，而去年跑横贯时我们做了特26.9次，这段全程走兰心客专却要4小时46分钟。没办法，一趟火车的速度当然要看线型和自己的性能，但也要考虑到调度的需求。特269确实是在笔直的兰心客专上撒欢跑，但架不住它有红柳河南大酒店这种靠边停车1个小时让过去3趟动车的调度安排，一个特字头加在一群直字头和动字头中间往前开，那确实也只能让它靠边停车了。那就这样吧，下一站哈密，4个半小时的 stink， 闷头跑吧。走老线的好处就是能看到一些曾经很重要的老站、老城镇，比如柳园。在有兰心客专之前，几乎每一趟进江的火车都要在这里停靠上下客，但现在老柳园站已经不再承接旅客业务，上下车的人也从旅客变成了通勤的铁路职工，车站也如同一座时空胶囊，保留着90到00年代的那种中式旧河风格。柳园曾经是前往敦煌最大的交通中转站，但伴随着敦煌自己的铁路线和机场的开通，失去客运枢纽地位的柳园也在逐渐逝去，许多建筑都已经荒废。身处荒漠中央，孤独感在这里是最基础的语言。而当你继续向前，深入800里瀚海的无人区，伴随着列车门缝处凄凉的风声与那些宛如哈克兰星球的黑色丘陵，这才是这片戈壁最原始、最真实也最令人生畏的一面。到哈密的时候，我们已经晚了20分钟，估计是刚才的大风搞的。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缩短停站时间，但餐车已经连盒饭都全部售罄，所以我们得动作快点，站台小推车，我们回来了。请您按照两个囊，然后看看由车站地到出站。拿个2根的，行。2根肠，2个馕。熟悉的感觉呀、没啥意义。对。这些应该就在哈密站等着趴活的，晚上这些蓝段的车，就哈密站等着拉一个什么东西回，拉一个回客专的到了之后。虽然已经到了哈密，但本地也并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哈密的哈密瓜。讲个笑话，4月份你横穿半个中国到新疆吃到的哈密瓜，搞不好还是海南产的，瓜比你人跑得还远。所以像上次那样一口馕一口瓜肯定是不用想了。想吃到哈密特色站台瓜，建议至少等到5月中下旬以后再来。离开哈密之后，我们就告别了老兰心铁路，驶入兰心客专。天气逐渐放晴，向北方望去也可以看到逐渐出现的天山。蓝天白云下，货运列车从近处的荒漠中驶过，远处则是连绵成片的雪
雪山，这样的场面也是只有在新疆才能看到的独特铁路风景了。吐鲁番的葡萄还没熟，阿纳尔罕的心也还没醉，但是吐鲁番北站的特色服务已经非常熟练了。车站北边这个地台上就是吐鲁番交河机场，空铁联运在这边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稀松平常，甚至还专门有个换乘服务中心。乌鲁木齐天山机场冬天很容易遭遇大雾或者暴雪天气，导致飞机无法起降，这种时候一些航班就会备降到吐鲁番机场，再用动车把乘客免费接驳到乌鲁木齐。而如果你是从乌鲁木齐出发，但你的飞机备降到了吐鲁番，航空公司也会安排大巴或者动车把你免费回送到吐鲁番，送你上飞机，非常贴心，非常方便。不过还是祝大家进出新疆都不会体验到这些，能直达为什么还要换乘呢？离开吐鲁番后，列车一头扎进了天山山口的百里风区。普通铁路的防风墙一般都是半透明板或者网格板，也有少量会用之前老兰新线那样的木头墙，但这边基本都是一点缝隙都没有的实心水泥墙，甚至还有防风明洞，也就是用一个硬壳罩的，直接包裹住整条铁路。这么高，可能除了防风，还要防沙尘暴卷起来的石块的考虑，所以风景什么的也是真没办法了。看看雪山，看看风扇，收拾收拾，一会儿就到了。晚上5点半，历经3144公里的旅途，直溜9次晚点半小时抵达终点乌鲁木齐站。这31个小时让我们领略了山河的壮阔，更对安全运行背后那些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充满感激。感谢一路上台前幕后所有铁路工作人员的服务与协助，也感谢各位能看到这里。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不妨点赞投币，收藏关注一波，你的支持会帮助我们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旅途辛苦啦，那么我们下期再见。